中秋节当天，美海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对美机过航行动跟监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就在同一天，美国拜登政府宣布了任内第16笔对台军售案，金额约2.28亿美元。 9月17号，美海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海，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过航行动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美军 P-8A 反潜巡逻机时隔5个月再次过航台海，并公开炒作。上一次是在今年4月。除了反潜 ，P-8A 还有一定的电子战能力。美军也正在演练让 P-8A 当小型轰炸机来用。因此，未来该款机型将具备察打一体能力，即发现目标、摧毁目标。 自2013年部署至西太以来 ，P-8A 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抵近侦察极为常见，占美军战机总侦察架次的2/3。但穿越台湾海峡是自2021年以来的动作，美方则会选择一些关键时间点对过航行动进行公开炒作。 9月17号是中秋节，对两岸同胞而言，这一天是十分重要的传统节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当天上午发布2分半钟的短视频《守护美》，首次采用繁体中文和英文双语字幕，罕见公开了近年来过航台湾海峡外国舰船的真歼画面。从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自美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的外国舰船，无论大小新旧，行动尽在解放军掌握之中。海峡浅浅。 润泽着血浓于水的根脉，魑魅汹汹，割不断连接母体的包衣。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捍卫祖国统一、守护两岸福祉的坚定力量。 观察认为，短视频将维护两岸和平、阻碍两岸团圆的外部势力直指为魑魅汹汹。结合两岸同心域外的事实，希望台湾方面分清敌我的劝诫和对历史照进现实的期盼，不言自明。东部战区选择在中秋佳节之际披露全程跟监有关画面，充分展示面对干涉台湾问题的跳梁小丑，解放军完全有信心、有实力守护台海和平，守护家国统一。 外界同时注意到，美军 P-8A 此次过航台海并公开炒作，还正值拜登政府宣布任内第16轮对台军售案之际。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16号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售台战机所需的备用零件与技术支持案，金额约2.28亿美元，等待国会审批通过，最早于下月生效。 深圳卫视查阅美方声明，发现这项拟议的军售项目主要包含战机装备的零件和维修服务。美方称，此次出售的零件源自美国军事库存，不需要另外找国防承包商生产。相信本轮军售将有助于维护台空军各型战机装备，强化台湾现有海上和防空能力，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观察认为，美方虽然未在声明中点名，但矛头显然直指中国大陆。美空军部长肯德尔更是在16号的一场会议中公开炒作称。 中国是印太地区所谓日益增长的威胁。他还渲染说，中国大陆正在为封锁台湾而进行更大规模、更复杂的演习。对于美方的最新军售动作，赖清德当局忙不迭表示感谢，但岛内舆论反应却十分冷漠。台湾早前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案却被曝遭到反复拖延，最初预定2023年首批交机，但首架战机却被延至今年第3季度才出厂。最新消息指，这一进度如今再次延宕。 据悉，这项战机军售案，台湾方面已支付美军1200亿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267亿元，约占总经费的一半，但尚未看到首架机。美方依约需在2026年底全数交机完毕，时间所剩无几，能否成功交付？台军方官员坦言，没人能说得准。此外，明年要付的预算452亿元新台币仍需照付，1毛都不能少。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接二连三对台售武，只是把台湾当成钱袋子而已。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直言，赖清德前不久还打算豪掷2840亿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630亿元，筹建7艘潜艇。台湾潜艇自造技术仍不成熟，却急于推进相关项目，只能理解成美国是幕后的主要推手，希望让钞票落袋为安。美国要赶快确定 你的订单钱先入袋，就是这个意思啦。我讲话比较文雅啊，就是14年之后那个东西做出来哈，
也过期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拜登政府宣布最新军售案前夕，美国国防部督察长1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台湾去年12月收到的美国依总统拨款权提供的军事援助物资无法使用。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称，这让台湾高层官员感觉美方像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报告揭露，270万发子弹为1983年产，已经过期，超过3500组防弹板和背心受潮发霉。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明气愤表示，这不是个案。过去美国就经常对台湾出售垃圾品质的武器。我对金门的弹药库非常清楚啊，80%都是过期的，好惨，打出去就是不报的。所以你现在美国拿这个来搪塞我们，而且你们卖给我们都是 T model 台湾 model。Well, what is the Taiwan model? Well, seem like a garbage. 新加坡资深学者马凯硕日前在台北参加一场活动时就明确表示，台当局不应以美谋独，这一点不会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果而改变。近日，特朗普公然表态称要台湾支付保护费，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近日窜台期间，在台北阐述特朗普的观点，公开宣称台湾需要更多反舰导弹、地面机动防空系统、智能地雷、对空火炮、机动巡航导弹发射器和无人侦察系统，并增强防御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能力。还需要更多先发制人的打击系统以及反击能力等，并列出了一份长长的保护费明细清单。马凯硕指出，特朗普是乐于交易的生意人，甚至愿意用任何条件交易。如果他重返白宫，台湾随时可以被牺牲。You're going to be a pawn. Pawns often get sacrificed. If it thinks it will be good for him, Taiwan will be easily sacrificed.In a deal. 马凯硕警告，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台独在任何时期都是危险的。That would be dangerous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but it would be especially dangerous at a moment like this. Because if you walk into a room full of gas and you light a spark, you get a major explosion. So people who are pushing for independence,have to understand the dangers. 所谓的以台制华的这样一个战略取向，这样一个战略选择，恐怕并不会改变。那么可能改变的是他所运用的一些方式、渠道啊，或者说策略。美国会不断的去炒高所谓的台海的这样一个紧张程度，或者说是不断的纠集盟友去进一步的去干涉中国的内政，去介入到台湾问题之中，那么这样一个动作会越来越大。印度第2艘国产战略核潜艇密迪者号日前正式入列，距离首舰服役仅过去5年，显示印度海军建设正在加速。外界认为，印度武器仍是万国造，且技术水平距离国际水准仍有较大差距，但这已经足够让印度海军在印度洋地区形成战略威慑。来看报道。8月29号，印度歼敌者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2号艇密迪者号，在国防部长辛格的见证下，在维沙卡帕特南正式服役。辛格在讲话中表示，密迪者号的服役是印度的一项重大成就，其主要系统和设备都是由印度本国科学家和海军人员设计、制造和集成。根据印度国防部的说法，由于相关国产技术进步，密迪者号比首艘国产核潜艇歼敌者号明显更先进。根据公开数据，密迪者号长111.6米，宽11米，吃水9.5米，排水量约为6000吨，由一台83兆瓦的压水反应堆驱动，水下最高速度可达24节。作为战略核潜艇的核心武器，密迪者号可以携带射程750公里的 K-15近程潜射弹道导弹和射程3500公里的 K-4潜射弹道导弹。印度消息人士表示，密迪者号2017年下水，此后进行了广泛的海上测试。虽然密迪者号的尺寸、长度和排水量与歼敌者号相同，但它可以携带更多的 K-15导弹。新潜艇能力更强、更高效、更隐蔽。从目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看，密迪者号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龟背结构。有分析认为，密迪者号的外表面相对流畅，与它配备的 K-15潜射导弹尺寸较小有关。2号艇密迪者号在建造时间上只是比首艇歼敌者号晚5年。以印度的技术实力5年时间是不会有多少技术进步的。当然了，要说密迪者号完全没有升级也不客观，在建造工艺上，相比于首艇歼敌者号还是有一定进步。艇载指挥系统、电子设备也有了一定提升。
但是就整体性能而言，谜底之后与歼敌之后没有大的差别。鉴于核潜艇的强大威慑力，印度海军为此已经努力了数十年。早在1987年，印度海军就从苏联租借了一艘装备巡航导弹和鱼雷的攻击核潜艇。上世纪90年代末，为期10年的租赁协议到期后，这艘潜艇被归还给俄罗斯。不甘心的印度海军又于2012年至2021年向俄罗斯租借了一艘更先进的阿库拉级攻击核潜艇，以获得操作核潜艇的经验。在获取实操经验的同时，印度海军国产核潜艇研制项目也在30多年前就同步展开。不同于大部分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先发展攻击核潜艇，再在其基础上改建战略核潜艇的做法，印度海军的国产核潜艇项目一开始就直接瞄着能从水下发射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印度舆论解释说，作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印度大力建造的3位一体核威慑体系中，海基核能力最为薄弱。据介绍，在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连同印度全国相关企业的努力，以及来自俄罗斯的技术援助下，印度首艘国产核潜艇歼敌者号于2009年下水，并于2016年加入印度海军服役。印度媒体此前披露，歼敌者号于2018年进行了首次威慑巡逻，标志着印度真正意义上的3位一体核威慑体系正式成型。在3位一体核力量体系中，海基核力量是生存能力最强的，隐蔽性是陆基和空基核力量无法相比的。所以海基核力量是被公认的最出色的核威慑力量。如果印度海军拥有数量可观的核潜艇，那么将会大大提高印度在印度洋的军事实力和威慑能力。但一直以来，印度军队的武器装备供给严重依赖外援，号称万国武装。歼敌者号曾在试航过程中发生严重事故，推进舱受损，涌入大量海水，导致该潜艇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最终只能求助俄罗斯，花了10个月的时间才将潜艇修好。而且，当前印度只解决了海基核威慑有没有的问题，印度国产战略核潜艇总体性能与当今主要海军强国的同类装备相比，无论吨位、载弹量还是静音性能，差距都比较明显。尤其是战略核潜艇的核心战力在于携带的潜射弹道导弹。印度核潜艇携带的 K-15导弹射程在各国现役潜射弹道导弹中倒数第1，缺乏实际作战价值。即便射程更远的 K4 潜射导弹，单艇携带的数量也远远不足。例如，美国俄亥俄级可以携带24枚3x2潜射洲际导弹，俄罗斯现役战略核潜艇携带的洲际导弹数量也在12到16枚。相比之下，印度核潜艇只能搭载4枚 K4， 差距非常大。就印度现在的歼敌者战略核潜艇整体水平还赶不上美国半个多世纪前就问世的第1代战略核潜艇华盛顿级。所以印度在核潜艇技术方面现在只是刚刚上山。但另一方面，觅敌者号的服役展示了印度海军的意图，称霸印度洋雄心。甚至随着印度的东进战略，印度核潜艇的影响可能远及亚太地区。有报道指，第3艘歼敌者级核潜艇驱敌者号于2021年11月悄悄下水，可能在2025年服役，它的排水量增加到7700吨。同时，印度还在发展第4艘战略核潜艇，但相关计划的细节外界了解的很少。在发展战略核潜艇的同时，印度也在推进国产攻击核潜艇的研制。2015年2月，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建造6艘国产攻击核潜艇，由印度海军自行设计，首艇计划2032年服役。印度已经定下了建造12艘核潜艇的宏伟计划，其中战略核潜艇与攻击核潜艇的建造数量都在6艘。这还只是印度目前的计划，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加码。但整体制造业的拉胯却对印度发展核潜艇形成了巨大制约。